大家好，菜床垫高原本的构想是要利用带土但是没有带草籽的嫩草，经由反复堆叠晒干后进行垫高。这种方式可以让湿黏的土壤变得疏松，这在烈日下原本是可以很容易快速执行啊。无奈呢，今年雨水非常多，3天2头就下雨。家庭种植比较弹性的优势就可以利用上了，直接先将比较单纯的土壤挖起，拿来帮一旁的青葱进行培土，再将原本打算晒干的小草堆放到凹槽里，另外再取已经木质化的咸丰草堆叠。清理比较大而且木质化的咸丰草时，可以采用分阶段的方式进行清除。上方带有针刺种子的部位呢，先割下在一旁晒干烧掉。中下段没有带草籽的部位，则拿来填充缺土的部分。接续将一旁的土壤挖起，培土完毕后，一旁就又多了凹槽可以使用。而现在设置菜床的位置，原本就比下方的菜地高，下方的菜地又比更下方的水田高很多啊。不过因为下方原本也是种植水稻的水田，对于有购买田地自己种菜打算的观众朋友呢，很多人会特别在意取水与排水的问题。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考量，就是土壤的结构。挑选好的菜地，不光是省事，也是会省钱不少。所以看地时呢，个人强烈建议要夏天查看，不然光垫高土壤这件事就会非常麻烦。这也是为何夏天时只挑后院轻松种的原因啊。影片后段就可以看到现在下方的场状。覆盖完土壤后，打算来试种大蒜。这些是去年利用蒜花种植出来的蒜种，因为太晚采收，外层的薄膜已经都掉光了。这些蒜种是经由软梗蒜花种植出来的蒜种。过往会在天气转凉后才会种植大蒜或蒜头，只是在不同位置蒜头采收时没有清理干净啊，大概是因为时常下雨的缘故，已经在不同位置都发现到蒜苗的出现，干脆就将这要陆续垫高的菜床，只有薄土的空间拿来试种大蒜看看。不过这也是大蒜与蒜头都是浅根系的作物啊，下层也埋的细草，腐化过程对根系影响不大。而这蒜花长出来的蒜种，很多都只是单瓣，不需要也没办法再剥离分瓣出来，算是比较省事啊。另外，这是因为看到有蒜苗长出来才进行试种。空间不大的话，建议等天气转凉再种就好。生长需要时间，就先看一下花絮。这9重葛拱门目前还真只适合狗跟小孩子拍照。下方刚好可以看到目前长草的状况。这清理上掌握一些技巧不算太难。而花盆这棵9重葛预留的枝干顶芽还在，还可以继续生长拉长。菜地出现狗这件事情，很多人会觉得很烦啊，尤其菜地里时常出现的还是附近的狗。但是也是因为如此啊，小孩子回来都很喜欢往老家这边跑。不过观察他们的行为，却是件有趣的事啊！这其实跟做事很像，很多时候只要抓到重点，喊领头的上来，
其他就自动跟上来了。连社恐狗惊惊也忘了害怕，跟了上来。谢谢收看。